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频道。你有没有想过一个画面？除夕夜，外面是震耳欲聋的鞭炮声，但在城市的另一端，救护车的警笛声此起彼落。你以为过年只是吃吃喝喝发红包，但我要告诉你一个很残酷的现实。根据历年监测资料，农历春节往往是急诊室最忙碌的时刻，而春节连假期间都是急诊高峰，尤其初二前后人潮移动最大，感染交叉风险最高。短短几天连假，急诊类流感的就诊人次可以累积超过3万人。这不是气氛渲染，这是数字。今天这一集我不讲吉祥话，我要当你们家的健康守门员。我们来谈谈春节期间最容易出现的3大急诊风险，以及万一真的遇到了，你该怎么判断，怎么行动。第一个要讲的是隐形杀手，流感与呼吸道病毒。很多人会说，流感不就是重感冒吗？错，目前社区流行的主要是 A 型流感，特别是 H3N2。就在过年前的1周内，新增数十例流感并发重症，甚至出现死亡案例。重症族群里，超过80%有慢性病史，60%以上是65岁以上长者。也就是说，你家里的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嬷正是高风险族群。想象这个场景，初二回娘家，大家围着桌子聊天，小孩咳了几声，没人在意。隔天，阿嬷开始发烧，全身酸痛，食欲不振。你可能会说，她只是累了，但病毒正在体内复制。我要提醒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：沉默性缺氧。尤其是长辈，他们未必会喊我很喘，他们可能只是变得不爱说话，精神变差，意识有点模糊。这时候你可以看一个客观数字：血氧。在没有慢性肺病的情况下，如果血氧饱和度在室内空气下持续低于 94%， 尤其合并呼吸急促、胸闷或精神变差，这就是警讯，应该尽速就医，因为这可能代表肺部已经受到感染影响。再来讲检验，很多人会问，抽血能看出什么？其中一个重要指标是 CRP， C 反应蛋白。比较安全专业的说法是，如果 CRP 检验数值超过10，代表体内发炎反应明显，医师会评估是否有细菌并发症。注意，我不是说超过10就是细菌感染，而是它代表发炎程度上升，需要临床整体判断。如果 CRP 更高，像是数十甚至破100，那对医师来说警觉性更高。这些数字都是在帮助我们判断病情走向。第二个急诊常客是让整个家族一夜崩溃的诺罗病毒。最近腹泻疫情正在上升，诺罗病毒的可怕在于它只需要极低的病毒量就能感染，而且可以透过呕吐物产生的微小飞沫传播。你可能只是跟患者在同一个密闭空间，半夜2点，小孩开始狂吐，3点换爸爸，天亮时连妈妈都倒下，这就是典型群聚感染。对年轻人来说，2-3天或许会好，但对婴幼儿、长者或慢性病患者，上吐下泻可能导致严重脱水。如果出现无法进食、头晕、尿量明显减少、精神不佳，这就不是拉一拉就好那么简单了。而且一个重点，酒精对诺罗病毒效果有限，环境消毒必须使用稀释漂白水。症状解除后至少48小时内，仍应避免参加聚餐或准备食物。你可能会想，那我不出门总可以了吧？这就进入第3个层次，剧外风险。今年已经出现麻疹境外移入病例，麻疹的传染力非常强，甚至高于流感。初期症状像感冒、发烧、咳嗽、流鼻水、结膜炎，之后才出疹，而出疹前就有传染力。如果家里有人过年期间从流行地区回来，返国3周内出现发烧与红疹，请务必戴口罩，主动告知旅游史，不要让候诊室变成下一波感染源。现在我要讲急诊现场，为什么春节连假期间急诊压力这么大？
因为整个连假期间人潮移动频繁，感染交叉最多，尤其初二前后返乡探亲、聚餐高峰，病毒传播风险更高。如果你只是轻微发烧、拉肚子就冲急诊，你可能会面对什么？人山人海的候诊区，护理师忙到声音沙哑，等候时间数小时起跳。而我要加一句更现实的话，你在急诊室等了4小时，可能比在家里休息更危险，因为在那个空间里，流感、诺罗各种病毒都在流动。这也是为什么设置传染病特别门诊非常重要。如果症状轻微、意识清楚，可以优先选择特别门诊分流，把急诊资源留给真正危急的病人。我们做一个实际情境演练。初三，65岁阿姨有糖尿病，前2天接触刚从国外回来的亲友，今天微烧37.5度C， 精神不佳。第一步，启动 TOCC 侦查，有没有驴友氏 Travel， 什么职业类别 Occupation， 有没有接触发烧病人 Contact， 有没有群聚 Cluster。 如果进一步抽血检查，发现 CRP 明显上升或白血球出现异常变化，医师就会开始评估是否有细菌并发症的可能，甚至安排胸部 X 光等影像检查，确认肺部是否受到影响。这些检验数据不是单看一个数字，而是结合症状和风险因子一起判读。第二个步骤，观察警讯，呼吸变快，血氧低于 94%， 讲话不清楚，意识改变。如果只是轻微发烧，可至特别门诊，但若出现呼吸困难、嘴唇发紫、胸闷、意识不清，立刻送急诊或打119，而且上车时清楚告知慢性病史和接触史。这些资讯可以缩短诊断时间。过年本来是团圆，但健康才是团圆的前提。疫苗需要时间产生保护力，有打总比没打好。口罩、洗手虽然老套，但对流感、麻疹、诺罗都有效。今天这支影片里有判断标准，有数字，有分流概念。我建议你现在就分享给家族群组，多一个人知道，少一分风险。如果你不想等到急诊室才第一次听到这些资讯，记得订阅频道，小小观察，大大检验。祝大家平安健康过好年。我是医检师 QQ， 我们下集见。